去年，帝國數據做了一份關於日本退職代行的統計。所謂退職代行，就是做幫你跟公司說再見這門生意的公司。當時日本已經有52家公司從事這個新興行業，其中最大的一家呢叫莫姆里，諧音梗，意思就是忍無可忍，無需再忍。整個行業從2017年誕生到2020年附近，都是由幾個微型企業構成的生意而已。2023年開始，由於勞動環境變得惡劣而加速發展，2025年的市場規模預估為60億日元，其中莫姆里一家一天的接單數就有100到300單，認為這個行業還有較大的潛力。今天我們來聊聊日本老登們總是掛在嘴邊的人手不足，到底為什麼不能轉化為勞動者更好的待遇？這裡是花散裡，喜歡這樣的內容記得先點讚訂閱喲。首先呢，全行業的看，日本的勞動力不足是很明顯的。厚生勞動省統計的全國有效求人倍率最新的數據是 1.19 倍，也就是說全社會的崗位數量是求職人數的 1.19 倍，而且這個數字是降低了的數據。我2022年找工作的時候丢到的這份統計剛從 1.35 左右掉到了 1.15 左右，我那一次跳槽也確實花的時間比預期長了很多。而另一方面，2024年一年，日本因為人手不足而倒閉的企業數就有342家，是日本有統計以來最高的一年。現在初步估算，2025年的這個數據又會再創紀錄，突破400家。那又是企業開着沒有人上班，又是 1.19 個職位等着一個求職者。但是為什麼日本的加班問題還是解決不了？職場霸凌數據竟然也跟着人手不足的數據一起連續破紀錄。這個問題就在於用工方到底是缺人還是缺別的什麼？其實日本人內部對於這件事早有默契，只是說出來不太體面。其實對於中位數水準的崗位而言，日本的供需大致是平衡的，人手不足主要體現在完全不同但是其實又本質相同的两群人。第一種人是高學歷，20幾歲，可能會英語，還有特定技術經驗，近期不打算生孩子，願意加班，最好還能在忘年會上陪社長唱一首昭和歌謠的年輕精英打工人。平均來看的話，企業願意給這種人在35歲以下時開500萬到700萬的年薪。這些崗位也會有完全符合法規推薦水準的全年120天到130天的假期。這裡的人手不足是絕對數量的不夠，因為這種人在哪個國家都稀缺，而且日本本土能夠給這種人開出的工資又遠不如海外有吸引力。當然，這種崗位的競爭也很大，日本3大都市銀行的招聘競爭倍率都是不止50倍的。企業側表示，大部分的應聘者其實都不夠基礎要求，屬於是來跳高的。那人手不足的原因是因為這些企業宁缺毋濫，但是待遇又確實有點低於要求了。用博弈論的術語講，這叫不完全信息下的雙邊逆向選擇，用人話講就是勞資雙方都想要撿漏。而今天我们主要聊第二種人，他們是願意拿東京最低時薪，願意一天連續工作14個小時，願意吃員工餐，願意背2-3個人的活，願意一年只休60-70天，甚至願意不抱怨的這群打工人。這種人在以前的日本呢，被委婉地稱為奉公眾，現在的互聯網上就直白多了，直接就叫奴隸。不是人手不足，而是奴隸不足。這本是日本網上窮人們對這種工作經驗的自黑，現在已經變成過去的梗了。各地的稅理士事務所、東京大學的社會學研究室，甚至連介護工會的內部刊物都直接這麼說過。眾所周知，泡沫破裂之前的日本也有被稱為世界工廠，這就使得日本當時積累了豐富的勞動密集型公司的管理經驗。直到今天，這些每多招一個人，營業額就會按比例多一點的產業，依然廣泛的流行昭和風氣，常見於介護、餐飲、建築、長途運輸、勞務派遣這些業界的公司中。這種崗位在日本真的是非常缺人，因為日本的老齡少子化這麼多年下來，勞動人口的比例真的是太低了。日本政府主辦的公共職業介紹所，也就是 Hello Work 中，2025財年全國收到了400多萬件有效求人案件，其中正社員大概只佔了一半。這些正社員崗位大部分勞動條件也極其苛刻，當然非正社員的崗位就更加不人道了。如果你恰巧就是這種工作的目標人群，也就是失業狀態，沒有好的資格證書，也沒有特別值得一提的經驗，卻無論如何想要留在這座城市，那麼走進池袋或者電屋橋的 Hello Work
通常櫃檯上會給你推3類工作：凌晨的報紙配送、超市的補貨夜班、地方上的借護設施，日薪基本不會超過當地最低時薪的 1.5 倍。至於大部分人認為普通的日本工作，年收500-600萬，週末休息，社保完整，不用加班或者熬夜的那一檔，除了馬龍之外，其實大體是走獵頭之類的，有人先幫他們篩選一次的渠道招聘。所以長期被卡在底層的勞動者們基本是看不到這些工作的。本質上，日本的年收入中位數本來就只有300多萬，能夠給出500-600萬還不加班的，其實並不是普通的日本工作。我感覺大概就類似於我國的月薪5到8千，又不用超長加班的那些工作，容易被誤認為是普通工作，但是其實統計上是比勞動人口中位數還要高的2檔左右的勞動者了。總之 Hello Work 這種政府招聘中介平台，就是要讓找不到前20-30%崗位的人在沒得選的時候，可以被分到後20-30%的崗位上去，這本來就是政府應該承擔的責任之一，對吧？雖然應聘者可能覺得自己被低估了，但是政府只是做了他該做的事，不應該被指責為歧視。以前有一位失業大學生被 Hello Work 介紹到一個借護設施，他想要找年收入500萬左右的正社員崗位，店長直接告訴他，這種工作不會通過 Hello Work 介紹。這大概是這位失業大學生在求職生涯中難得聽到的一句實話了。而日本公眾輿論中一直說的人手不足，其實主要就是在說 Hello Work 這些工作的人手不足。加之現在冰河期世代已經基本過了20-30歲的年紀，於是最近這10年來，現在的年輕人不能吃苦又成了很方便的理由。不過事實是，日本25到29歲的年輕人實質工資按照購買力計算，比1995年泡沫破裂之後的低潮期還要低了10%左右。而這30年來，日本企業的賬面沒有花掉的內部保留，從140萬億漲到了610萬億，翻了4倍多。這種分配發展方向，不是年輕人不能吃苦，是吃苦的回報已經不見了。日本人手不足的這個真實原因早就有人警告了，這10幾年來，勞工組合在呼籲，研究者在呼籲，連鶴茂神社的神官都曾出面呼籲有信仰的善良日本企業應該要加薪、減工作時長、改善社內人際關係。但在實際操作中呢，尤其是在那些真正有這個問題的企業中，回答反而往往是扁鹊見蔡桓公的那一套啊，寡人無疾。拖到現在，竟然讓付錢讓別人替自己辭職成了一門生意，而退職代行公司們接到的單子，找他們最多的理由並不是工資低，而是我說的辭職然後被挽留下來了。第二多的理由是我所在的環境不允許我開口說辭職啊，這種明顯違法的原因。有些辭職甚至要找律師，平均一次退職代行的費用大約是3萬日元，需要用律師的名號監督的話，會漲到平均4.5萬日元。3萬日元在東京大概夠2個人吃一頓還不錯的烤肉，這就是在日本向黑心公司說出我不幹的這幾個字的市場定價。從事後的滿足感來看，多數當事人表示性價比還不錯。順帶一提，摸布里這家公司去年底被警視廳搜查了他們的辦公室，理由是疑似違反律師法，因為他們其實根本沒有律師資格，而是擅自把客戶轉包給了律師收回扣。不過對我而言，更糟糕的是，公布調查結果的記者會上，完全沒有人問過為什麼這2年日本會有這種業界的問題。其實原因很簡單呀，日本的低端崗位實在是越來越多了。開頭說了，現在日本的整體求人倍率是 1.15 到 1.20， 但是你還是會發現有很多抱怨工作難找的帖子。大型國企還是只給新畢業生實際到手只有10幾萬的起薪，因為這些大眾印象中大學畢業生該去做的工作競爭其實並不小，高求人倍率完全是被平時看不到的崗位拉上來的。现在日本的介護服務職求人倍率是 3.5 到4倍，建築業是 5.5 到6倍，上門介護甚至高達14倍，還有卡車司機、夜間保安、辦公樓清潔、夜間司機、工廠夜班這些爆肝崗位都是幾倍的求人倍率，這些把社會求人倍率拉到了看起来很高。而這些工作即使看似幾倍差額的賣方市場，也不會漲工資，而是會保持在現在的最低工資標準的 1.2 到 1.5 倍，卡車司機是比較高的。這是因為所謂人手不足，不足指的就是按現在這個工資和職場待遇依然願意來工作的人不足。
之前一個日本油管節目開玩笑說，如果介護職最低時薪漲到3000日元，日本的人手不足問題會立刻解決，但是日本經濟也會立刻崩潰。我深以為然，但是我還可以比他更地獄笑話一點，那就是介護職最低時薪漲到3000日元，不僅能夠立刻解決人手不足的問題，還能立刻解決老齡化的問題呢。那麼這些嚴重人手不足的工作到底是什麼樣子的呢？以最典型的介護員為例，日本媒體做過匿名報道，某地方城市的一間中型療養院內，現在有50名老人入居，但是夜班只有1個人值班。厚生勞動省的指導性數字是1個夜班介護員比20到30個老人，現實工作量幾乎是這個的2倍。報道中，一位患了老年痴呆的老人深夜2點半按介護鈴，問介護員他的電視怎麼沒了，但是事實上他的房間從來就沒有電視。3點半又有另一位老人按鈴，僅僅是問現在幾點了。介護員接受採訪說，一晚上有5次左右按鈴的話，那就算是運氣很好。如果有誰一晚上被按鈴10幾次，那麼幾乎可以肯定，第二天他就會去找退職代行。而這麼辛苦的職業，厚生勞動省統計的平均月薪僅僅是32萬日元，比全行業平均低了7萬，甚至比東京圈的收入中位數還要低。肯定又有人會說32萬不少了，我覺得人性是相通的，會去做辛苦的工作，無非就是要麼錢不夠嘛，要麼找不到別的工作嘛，不然呢？總之，巨大的人力缺口並沒有提升這個崗位的待遇環境和收入水平，所以永遠都在人手不足。介護職的平均跳槽間隔也只有全行業平均的1半，於是這個行業的經營者、管理者們常常抱怨現在的年輕人吃不了苦了，不懂得努力了。可能本來是想說年輕人不想努力了，但是被聽岔了。至於這些工种們跳槽的出路，這又是一個悲傷的故事了，多半還是只能在 Hello Work 上找一個類似的工作，比如食品工厂流水線的夜班派遣員工之類的。想要改變現狀的話，日本市面上也有一種叫做 Programming School 的東西，通常的價格是3-2個月就要幾十萬、100萬日元，還是在日本的人才培養計劃補貼了一大半之後才是這個價格。但是現在一些招聘公司在簡歷初篩環節就會直接篩掉這些有培訓機構經歷的應聘者，因為太多類似的機構就純粹是收割機，老師沒有系統學過編程，教材的編纂者也沒有學過編程，甚至有些機構連例題答案都是從網上複製粘貼的，他們篤定的目標客戶完全沒有能力去判斷這些。當然，去上了這些課程的人也不是傻，而是沒有機會可抓，大多數都是在賭一個自己遇上的學校是靠譜的，能夠讓自己花1-2年的存款去買一個不僅脫離 Hello Work， 甚至能夠直接跳到500萬年收工作的可能性，只是現實中賭成功的比較少。而且现在日本的 IT 產業還是比較重視學歷的，一般還是要正經大學的情報系或者工學畢業生，最不濟的也要拿出能夠證明自己自學3年以上的 GitHub 履歷這種。而且 IT 產業缺的也還是純碼農，最好是外包派遣的碼農，是會比 Hello Work 那些工作要好很多了。但是我作為中間管理層，直說的話可能會給公司帶來麻煩，你大概懂我的意思吧。總之，勞動待遇是否能夠提升，主要是看社會裡新增了多少創造性崗位，競爭者減少，確實也能提升剩下的勞動者待遇。但是如果人口和經濟的趨勢不好的話，也只能是再怎麼缺人，也無法提高待遇和薪資。這就是日本過去30年的經驗。都看到這兒了，別忘了點讚、訂閱、熱推還有分享呀！我們下期再見。